Hi， 大家好，又係 Patrick 同大家講金同銀啦。今日係年初四，我喺呢度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我預計今年呢，市場會利用特朗普嘅言行呢炒作嘅，但特朗普嘅政策呢，極大可能令美國發生債務炸彈爆破、經濟衰退、股災同埋滯脹，並且最有可能喺2025年上半年呢某個時間發生添。黃金白銀呢將發揮其避險嘅功能㗎啦。請大家咧睇到呢集嘅最後，因為卡文頻道咧有重要嘅公佈。事不宜遲，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2025年2.1期嘅金銀週報。本星期嘅焦點呢，就美國聯儲局公佈議息嘅結果。一如市場嘅預期，維持利率不變，將聯邦基金利率嘅目標區間呢維持喺4.25至4.5厘，係符合市場嘅預期嘅。但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喺呢個決議聲明中呢刪除咗關於朝着2% 通脹目標取得進展嘅說法，同時稱失業率呢已經趨於穩定。但鮑威爾表示呢個並不是下一次3月減息嘅信號嚟嘅。聯儲局已經在考慮特朗普經濟政策潛在嘅影響，佢仲未準備好根據猜測做出明確聲明嘅或政策嘅改變。另外，聯儲局重視通脹嘅指標美國個人消費開支 PCE 價格指數，去年12月按年升幅擴大至 2.6%， 撇除食品能源嘅核心 PCE 按年漲幅維持 2.8%， 兩個數字均符合預期。咁諮商局 FedWatch 工具顯示，交易員壓住6月前係唔會減息㗎啦。過去一個星期，美匯指數升 1.04， 報 108.48， 道指升426點，報 44,850 點，標指跌34點，報 6,067 點，納指跌327點，報 19,627 點，黃金升31美元，報 2,801 美元，白銀升 0.78 美元，報 31.38 美元。黃金白銀似乎正蠢蠢欲動，但黃金價格必須收喺2,802美元上方幾日，才能確認短期內睇升嘅走勢。如果做唔到呢一點黃金價格就可能會下跌，並且可能會大幅下跌添。白銀就需要突破下一個目標為 31.95 美元，才能確定短期睇升嘅走勢，否則亦都會跟隨黃金下跌嘅。特朗普早前向鮑威爾施壓，要求聯儲局立即減息。喺聯儲局選擇將利率維持當前水平 4.25 至 4.5 厘2小時之後特朗普就喺 Truth Social 上邊發表猛烈嘅抨擊。特朗普表示聯儲局未能阻止通脹造成嘅問題，並且喺銀行監管方面做得很糟糕。佢更指責聯儲局專注於氣候嘅變遷、多元、公平同埋包容性等進步嘅理念，而新政府好快就會試圖廢除呢啲嘅理念㗎啦。咁先睇下鮑威爾點樣回應先。Three questions. I'm seeing it really as one question, though. So I'm not going to have any response or comment whatsoever on what the president said. It's not appropriate for me to do so. The public should be confident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do our work as we always have, focusing on using our tools to achieve our goals and really keeping our heads down and doing our work, and that's how we best serve the public. 喺議息後，鮑威爾表示，佢唔會對總統所說嘅話作出任何回應同埋評論。如果我作出評論係唔合適嘅，佢亦都冇同總統聯繫。鮑威爾話：我哋正在審查呢啲命令同埋相關嘅細節，正如喺我哋好多政府中嘅做法一樣。我哋正在努力使我哋政策同呢啲行政命令保持一致並符合適用嘅法律。鮑威爾去年表示，即使特朗普要求佢辭職佢也不會辭職嘅。佢並補充話，根據法律總統不能解僱或者降職聯儲局主席嘅。鮑威爾擔任聯儲局主席嘅任期將於2026年5月15號結束。摩根士丹利策略師發言，有沉默嘅多數投資者準備做空呢個美元。呢個同目前主導市場嘅討論嘅更直言不諱嘅美元多頭形式成呢個鮮明嘅對比。佢哋分析表明，多種催化劑可能會產生巨大睇跌嘅壓力，
包括可能支持聯儲局降息嘅3月通脹數據、國會財政嘅談判，以及比市場預期更溫和嘅貿易政策。該銀行嘅悲觀預測預計美元指數咧將在第一季末咧跌至105，年底咧就跌至101添，顯著低於預期嘅中位數108.7同埋106.9。雖然美元對大多數嘅主要貨幣咧最近有所走強，特別係嗰啲容易受到美元關稅威脅嘅貨幣。但喺特朗普對中國關稅採取更溫和嘅立場後咧，美元呢個禮拜咧就下跌咗1.6%。摩根士丹利策略師大衛亞當斯建議做空美元對歐元啦、日元同埋英鎊。呢個表明好多投資者咧不是在等待方向性嘅信念，而係咧等待建立沽空部位嘅最佳時機。中美科技大戰今年由中國人工智能 AI 公司 DeepSeek R1 發布最新嘅開源模型，揭開呢個序幕。因其性能咧直逼美國嘅 ChatGPT， 開發成本咧只係用咗600萬美元，係呢個 ChatGPT 嘅1/50嘅成本，引起廣泛嘅關注。美國紐約大學神經科名譽教授馬庫斯撰文表示，中國最近嘅進展咧對呢個 OpenAI 同埋呢個 ChatGPT 咧無疑係一個重大嘅打擊。由於去年12月底 DeepSeek 做出近乎最先進嘅模型，即時令呢個 DeepSeek 喺呢個效能同埋創新上咧，同呢個 OpenAI 等看齊添。對沖基金 Bridgewater Associates 創辦人 Ray Dalio 咧發出警告之際，人們擔心美國人工智能股票咧繁榮是否太過分啦？投資者仍對借貸成本上升感到擔憂。喺聯儲局官員去年10月下調呢個今年降息嘅預期後咧，呢種擔憂咧就加劇。我哋現在正處於週期同呢個1989年或者1999年非常相似，而最終科網泡沫咧就喺2000年爆破。目前嘅投資者對人工智能熱情助長咗美國股市嘅泡沫，呢個類似科網泡沫咧爆破嘅過程喎。咁似乎股災咧好快就會發生啦。喺呢個2025年1月17號咧，再有美國銀行倒閉喎。就係咧，普拉斯基儲蓄銀行倒閉，亦都係自2019年以嚟咧第15家銀行倒閉。FDIC 初步估計呢次破產咧，將給其存款保險基金 DIF 造成約2850萬美元嘅損失。聯邦存款保險公司 FDIC 喺一份新聞稿中表示，隨着資產嘅出售，估值咧將隨時間而變化嘅。涉嫌欺詐導致 DIF 嘅估計成本更高。喺星期一報導稱，由於特朗普上週透過行政命令實施聯邦招聘凍結，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已撤回咗200多個新銀行審查員職位嘅空缺。據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稱，審查員長期嘅短缺係導致 Signature Bank 喺2023年3月倒閉原因之一。喺呢個2023年呢，我哋咧差啲遭遇經濟嘅崩潰，但係美國歷史上咧充滿較不幸嘅例子嘅。銀行業嘅危機咧係摧毀咗實體嘅經濟。聯邦存款保險公司 FDIC 報告稱，可能有63家瀕臨倒閉嘅銀行。呢啲銀行咧正面臨5170億美元未實現嘅損失。如果銀行倒閉情況再次發生嘅咧，大家需要記住2025年嘅1月27號發生嘅事情啦。其中原因咧就係 FDIC 審查員咧長期短缺。究竟喺2025年仲有幾多間銀行倒閉呢？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2025年咧可能係扮真正閃耀嘅一年。無論你係投資者或者係只係保護自己嘅財富嘅人，扮今年咧都值得你關注嘅。其中原因有擴大電子產業嘅作用，扮喺電子元件製造中咧至關重要。隨住全球對智慧型嘅手機咧、平板電腦同埋其他個人裝置需求激增，對板需求咧持續攀升，其優異嘅導電性同埋熱能性咧，使其喺呢啲技術中咧具有不可代替嘅作用。另外，珠寶係時尚嘅潮流，板嘅復甦咧並不限於工業同埋科學用途嘅，珠寶市場依然強勁。由於板同黃金相比價值更便宜，板變得越嚟越受歡迎啦。佢美學嘅吸引力亦都刺激咗人們對奢侈時尚同埋可穿戴配件嘅需求。板喺航太工業擴張中嘅作用，隨住人類進一步進行太空嘅探索，銀嘅導熱性同埋耐用性喺太空船同埋衛星製造中咧得到應用嘅。隨住太空探索成為價值數十億美元嘅產業，板正在鞏固佢喺呢個領域嘅地位。
再有板供應咧面臨呢個壓力，儘管板需求飆升，但礦業產量咧卻難以跟上，地緣政治緊張、勞動力短缺以及開採成本上升導致，所以供應鏈咧就變得緊張啦。墨西哥同埋秘魯主要生產國報告去年產量下降，2025年前景咧亦都唔樂觀喎。稀缺性咧就推動呢個價值，而板嘅稀缺性咧可能將價值推向新嘅高度。最後復甦市場打破紀錄喎，喺呢個2024年底咧，板價格達到10多年嚟咧最高嘅水平。2024年板價格咧上漲近35%。由於以上嘅原因咧，我估計板喺2025年咧可升至40美元。星期五早上，黃金咧創下歷史最高嘅水平喎。黃金升穿2800美元，美元咧再度拋售，同埋特朗普關稅威脅幫助咗金價。特朗普最新嘅關稅警告令投資者感到緊張喎，刺激咗對日元咧、黃金咧同埋美國政府債券等傳統避險資產嘅新需求。星期四早一些時間咧，特朗普喺美股交易中指出，美國將於2月1號起咧，對所有從加拿大或者墨西哥跨境進入美國嘅商品咧，徵收25% 統一嘅進口稅。喺星期五咧，特朗普最新嘅 X 貼文中重申，如果金磚國家試圖喺國際貿易中用新貨幣取代美元嘅話咧，佢將對呢啲國家咧徵收100% 關稅。參與今年 LBM 調查分析師喺2025年1月13號營業時間結束前咧提交咗個預測。呢30位分析師咧有機會觀察8天嘅交易，然後分享佢哋嘅預測。LBMA 表示，預計今年金價咧喺2250美元最低價至3290美元最高價之間。好多分析師早前咧已經睇好呢個黃金同板嘅後市嘅表現嘅，但大多數人咧預測直至2025年下半年，黃金板咧先至會充分發揮個潛力嘅。我預測喺今年咧債務炸彈會爆破㗎啦，經濟衰退、股災同埋滯脹最有可能咧喺2025年上半年某個時間發生嘅。我預計黃金板咧將跟隨股市先下跌，但黃金板下跌只係短暫嘅，然後黃金板咧就會進入大牛市，黃金會升至4000美元，板亦會升至100美元。不過最後都係嗰句，變幻才是永恆，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呢集咧仲未完喎，請大家聽下最新嘅公佈。我喺呢度咧想同大家傾下偈，回顧過去幾年咧，我一直同大家分享黃金板最新嘅消息嘅。我發覺最近咧睇片人數咧減少喎，但我睇到約有5000人咧係忠實嘅觀看朋友嚟嘅。我喺度衷心多謝喺過去幾年你對我嘅支持。我喺呢度咧正式宣布，2025年2.1期將係金文週報最後一期。我知道今次嘅決定咧可能會令一啲網友失望嘅，希望大家能俾我一啲時間，我真係需要靜落嚟諗一下，我應該點樣做呢個 YouTube 片。最後再次多謝大家一直嘅支持。最後，如果大家想請我飲咖啡嘅話咧，香港嘅朋友咧可以掃描左邊嘅匯豐銀行 PayMe， 或者掃描右邊嘅支付寶。而海外嘅朋友咧可以透過 buymeacoffee.com 請我飲咖啡嘅。歡迎大家加入我個 Patreon 成為我嘅會員。如果你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訂閱，因為你嘅訂閱咧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歡迎大家留言，每一個留言咧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咧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拜拜。